我以为只要再努力一点，一切就会变好。我把问题归因在不够用力，把停滞解读成懒惰，把疲惫当成不够坚强。于是我逼自己再多做一点，再撑一下，再往前一点。我以为这样就能跨过那些困住我的地方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越努力，内在反而越沉重。那些我想解决的问题没有消失，反而变得更复杂。我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还不够好？是不是我天生就比较慢？直到有一天，我停下来，不是因为放弃，而是因为真的走不动了。那一刻，我没有再逼自己找答案，我只是安静地坐着。然后，我第一次问自己，我到底怎么了？这个问题很简单，却带来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。因为过去的我从来不是这样问，我总是问我还能怎么更好，而不是我现在需要什么。当我开始这样转变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不是不够努力，而是我一直没有理解自己。那些我以为的拖延，其实是害怕失败；那些我以为的懒散，其实是过度疲惫；那些我以为的情绪问题，其实只是长期被忽略的感受。当我开始这样看待自己，内在慢慢变得柔软。我不再急着修正，而是先理解。在心理与神经的运作里，当你被理解，大脑会从防御转向安全。而当你开始理解自己，这份安全感就会从内在出现。你不再需要用力推动，也不再需要不断逼迫，因为你开始与自己合作。那是一种很不同的感觉。你不再对抗，而是陪伴。当你累的时候，你允许休息；当你害怕的时候，你承认不安；当你卡住的时候，你愿意停下来。这些看似慢下来的选择，反而让你开始真正前进，因为你不再被内在拉扯。当你理解自己，那些原本困住你的东西会慢慢松开，不是因为你解决了它们，而是因为它们不再需要用那样的方式存在。你会发现，有些行动开始变得自然，有些选择变得清晰。你不再需要强迫自己前进，因为你已经不再抗拒自己。我后来才明白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问题，并不是缺乏努力，而是缺乏理解。当你一直用力，却没有理解，你只是在原地消耗。但当你开始理解，即使步伐很慢，你也会真正移动。这是一种很深的转变，从我要变好，变成我愿意理解现在的自己。当你站在这个位置，你不再急着到达哪里，你开始愿意陪伴过程。而在这样的过程里，改变会自然发生，不需要强迫，也不需要证明。它会在你一次又一次理解自己的时候，悄悄地发生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觉得自己卡住了，不要再逼自己更努力，先停一下，问问自己，你真正的感受是什么？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？你会发现，当你开始这样对待自己，你不再只是往前冲，而是开始真正走在自己的路上。而那条路不需要更多努力，只需要你愿意理解。我总以为自己还不够好，不够聪明，不够稳定，不够有能力把事情做好。每当机会出现，我第一个反应不是尝试，而是犹豫。
我会在心里问自己，我真的可以吗？那个问题看起来像是在思考，其实更像是在退后。我会去分析风险，预想失败，替自己找出所有可能做不好的理由。然后在还没开始之前，就先说服自己，也许再等等。我以为那是谨慎，是理性，但后来我才明白，那其实是不信任，不是能力不够，而是不相信自己可以承接未知。我一直在等一个准备好的状态，等到没有恐惧，等到完全确定，等到自己变得更厉害。但那个时刻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开始问自己，如果我现在已经够了，会是什么样子？这个问题让我停住了。我没有再往外看，也没有再比较，我只是回到自己身上。我开始看见，其实我已经走了很远。那些过去以为做不到的事情，我其实都一步一步走过来了。只是我从来没有真正承认。我习惯看见不足，却忽略已经存在的能力。当我开始这样看见自己，有一种很微妙的感觉出现了。那不是突然变强，而是一种慢慢浮现的稳定。我开始愿意尝试，即使还是会害怕。我开始愿意往前，即使还没有完全准备好。因为我不再等完美。我开始相信，我可以在过程中学会。在心理与神经的层面，当你不信任自己，大脑会倾向保护。你会避免风险，避免未知，也避免让自己暴露在可能的失败里。这样的状态会让你停在原地，不是因为你不能，而是因为你没有允许自己去做。但当你开始信任自己，即使只是一点点，你的神经系统会慢慢放松。你不再把每一次尝试当成威胁，而是当成一种探索。这样的转变会让你的行动开始流动。你不再需要完全确定才愿意出发。你开始明白，能力不是在准备好之后才出现，而是在行动中被唤醒。我后来才懂，我不是缺少能力，我只是一直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。我习惯怀疑，习惯退缩，习惯把可能交给外界评价。但当我开始把注意力收回来，我开始问，如果我相信自己，我会怎么选择？这个问题一点一点改变了我。我开始做出不同的决定，不是因为我不害怕了，而是因为我不再让害怕决定一切。我愿意带着不确定，仍然往前走。而这样的每一步都在加深我对自己的信任。你会发现，信任不是一开始就完整存在的，它是累积的，是在你一次又一次没有放弃自己的时候，慢慢长出来的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还在怀疑自己，请不要急着证明能力，先试着多相信一点点。相信你可以学会，相信你可以调整，相信即使不完美，你也能走下去。当你开始这样对待自己，你会发现，你不是变得更厉害，而是你终于开始使用你本来就拥有的力量。而那份力量一直都在，只是等待你愿意信任。我总觉得自己落后了，看着别人往前走，看着别人快速改变，看着别人好像越来越接近理想的生活，而我却还在原地反复。同样的问题，同样的情绪，同样的困惑。我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真的走得太慢？
是不是我少了什么？我会在心里对自己说，为什么别人可以，你却还在这里？这句话看起来像是激励，但其实让我越来越焦虑。我开始想加快速度，想赶上，想证明自己没有那么落后。但越是这样，内在就越混乱。那些本来就还没稳定的部分，被我拉得更紧，就像还没长好的根，被迫往上长。看起来好像有在前进，却很容易再次倒下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真的停下来，不是因为放弃，而是因为我终于看见一件事。我不是走得太慢，我只是还在打基础。那一刻，有一种很深的松动。我开始回头看，那些我以为没有进展的日子，其实都在发生一些很细微的变化。我开始更了解自己的情绪，开始更清楚自己的界限，开始知道什么适合我，什么不再适合。这些改变没有被看见，也没有被量化，但它们正在内在慢慢建立稳定。在心理与神经的层面，真正长久的改变需要时间整合。新的理解需要被反复经验，才能成为稳定的反应。如果你太急着往前，你的大脑会回到熟悉的模式，因为那里比较安全，所以你会感觉好像一直在原地。但其实你正在重建，只是这个过程不像外在的进步那么明显。我开始允许自己慢下来，不是停滞，而是稳定。当我再次遇到熟悉的情绪，我不再说怎么又来了，我会说这次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陪你。当我做出选择，我不再只看结果，我开始感受这是不是更接近真正的自己。这些细微的转变让我慢慢建立一种内在的稳定。那种稳定不是不会动摇，而是即使动摇，我也知道如何回来。当你开始这样存在，你就不再需要跟别人比较，因为你知道你正在为一个更长远的自己做准备。不是短暂的进步，而是能够承接更多的稳定。就像一棵树，它在土里扎根的时候，看起来没有成长，但那正是它未来能够长高的原因。当你愿意理解这一点，你会开始放下焦虑。你不再急着证明，也不再急着到达，你只是一步一步稳稳地走。而在这样的节奏里，你会在某一天发现，你已经走得很远了，不是因为你冲得很快，而是因为你没有让自己崩塌。所以，请不要再用速度定义自己，也不要因为还在路上就否定自己的价值。你不是走得太慢，你只是正在为稳定做准备，而这样的准备会让你在未来的某一天走得更稳、更远，也更不容易失去自己。当你明白这一点，你会对现在的自己多一点耐心，多一点信任，然后你会发现，原来你一直在前进，只是你的前进不是用速度衡量，而是用深度慢慢展开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真的以为自己迷路了，明明走了很久，却看不到明确的方向。我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做错了选择？是不是我偏离了原本该走的路？那种感觉很不安。你不知道该往哪里去，也不知道现在的停留是否有意义。于是你开始焦虑，开始想要快一点找到答案，想要一个明确的指引，一个可以让你安心的方向。
但越是这样，内在就越混乱，因为你一直在往外找，却忽略了一件事：你正在改变。而当你改变，原本熟悉的方向自然会开始松动，那些曾经确定的事情开始变得模糊，那些曾经适合你的选择开始让你感到不对劲。这不是迷失，这是过渡。就像你正在离开一个旧的自己，却还没完全走进新的样子，所以你会觉得空，觉得不确定，觉得没有方向。但其实你正在靠近一个更真实的自己，只是这个过程不会有清楚的地图，它需要你慢慢去感受，去辨认。我记得那段时间，我一直想回到确定的状态，我想要一个清楚的答案，一条可以放心走下去的路，但越想抓住，就越感觉不稳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不再问我要去哪里，我开始问现在的我感觉如何。这个转变让我慢慢回到自己身上，我开始注意哪些选择让我感到轻松，哪些关系让我感到压迫。我开始相信这些感受本身就是一种指引。在心理的层面，当你开始脱离旧有的模式，你的大脑会感到不确定，因为它习惯已知，习惯安全，而未知会被解读为风险，所以你会以为自己迷失。但其实你只是离开了熟悉，而熟悉不一定等于适合。当我慢慢接受这一点，我开始对这段没有方向的时期多了一点耐心。我不再急着定义，也不再急着确定，我只是一步一步走，带着觉察，带着感受，慢慢靠近那些让我感到真实的地方。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急着找方向，方向反而会慢慢浮现，不是一条清楚的直线，而是一种越来越对齐的感觉。你开始知道什么不再适合，也开始感受到什么正在靠近你。这样的你不再需要外在的指引，因为你正在建立内在的导航。那是一种很深的信任，你相信自己会找到，也相信即使现在还看不清，你仍然在路上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觉得迷失，请不要急着否定自己，也不要急着把自己拉回旧的方向。你不是走错了，你只是正在转弯。你不是失去了方向，你只是正在离开不属于你的路。而当你愿意继续走，即使不确定，即使缓慢，你会在某一天发现，你已经走到一个更接近自己的地方。那个地方不需要证明，也不需要比较，你只是很安静地知道，这里就是我。而那一刻，你会明白，原来你从来没有迷失，你只是一直在路上，慢慢地走向真正的自己。总觉得自己怎么做都不够好，明明已经很努力，却还是能在每一件事情里找到可以责怪自己的地方。做得不够完美，就是不够用心。反应慢了一点，就是能力不足。甚至连情绪起伏都会被我拿来批评。我习惯在心里对自己说，你怎么又这样？那样的语气一开始像是提醒，但久了之后变成一种无形的压力。你做的再多也不会感到满足，因为总有一个声音在等着指出你的不足。我以为那是进步的方式，以为对自己严格就能变得更好。但慢慢的，我开始感到疲惫，不是因为事情太多，
而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被自己允许。那种感觉像是你一直在往前跑，却没有终点，因为终点会被你一再往后移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突然停下来，不是因为完成了什么，而是因为我终于看见一件事。我不是不够好，我只是从来没有停止对自己的苛责。那一刻，有一种很深的松动。我开始回想，如果把那些责备拿掉，我还会怎么看待自己？我看见，其实我已经做了很多，我也在很多地方默默地撑过来了，只是这些从来没有被我承认，因为我太习惯专注在不够的地方。当我开始这样看见自己，内在的声音慢慢变了，不是突然变得正面，而是多了一点理解。当我犯错，我不再说你怎么这么糟，我会轻轻地说你是不是有点累了。当我做的不如预期，我不再否定整个自己，我会说这一次不理想，但你已经在努力了。这样的语气让我慢慢放松。在神经系统的运作里，长期的自我批判会让大脑处于防御状态，你会变得紧绷，容易焦虑，也更难真正成长。因为当你感觉被攻击，你的系统只想保护，而不是学习。但当你开始停止苛责，你的内在会慢慢感觉到安全，而安全会让你更愿意面对自己。你不再害怕犯错，也不再害怕不完美，因为你知道，即使不完美，你也不会被自己否定。这样的你反而更容易改变，因为你不再用压力驱动，而是用理解。这是一种很深的转变，你不再需要用痛苦逼自己成长，你开始用温柔陪自己前进，而这样的方式会让你走得更远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还习惯责怪自己，请试着在某一个瞬间停一下，不要急着修正，也不要急着否定。先问问自己，如果我不用苛责，我会怎么对待自己？这个问题会慢慢改变你。你会发现，你不是不够好，你只是太久没有用温柔的方式看待自己。当你开始停止苛责，你会感觉到一种很深的松动，那些原本紧绷的地方开始慢慢放开。你不再需要一直证明，也不再需要不停追赶，你只是存在，而这样的存在已经足够。当你真正明白这一点，你会开始用不同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因为你变得更完美，而是因为你终于愿意放过自己，然后温柔地与自己站在同一边。我总是在等待被肯定，我希望有人看见我的努力，希望有人认同我的选择，希望有人告诉我，你这样很好。那些话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像是一种证明，证明我没有走错，证明我值得。所以我开始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在意回应，在意每一个细微的反应。当有人肯定我，我会安心；当没有人回应，我就开始怀疑，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，是不是哪里做错了。我把自己的价值交在别人的手上，让他们决定我是否足够。那样的状态其实很不稳定，因为你永远无法控制别人怎么看你，你只能不断调整自己，去迎合，去靠近，试图换来一点认可。但越是这样，你就离自己越远。直到有一天，
我真的感到疲惫。不是因为别人，而是因为我再也无法承受那种一直等待被确认的自己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停下来问：如果没有人告诉我我很好，我还相信自己吗？这个问题让我安静了很久。我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给过自己答案。我总是在等别人说，却没有自己承认。当我开始这样看见，有一种很深的空白出现，但那个空白不是缺失，而是一个可以重新开始的地方。我开始试着用自己的眼光看自己，不是完美，也不是理想，而是真实。我看见我的努力，看见我的挣扎，也看见我在很多时候其实已经做得很好，只是我没有允许自己承认。当我开始这样对待自己，内在慢慢出现一种稳定。那不是来自外在的声音，而是一种很安静的确定。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也知道为什么这样选择。即使没有人理解，我也不再那么动摇。在心理的层面，当一个人的价值感依赖外界，大脑会持续处于评估与比较。你会不断检视自己，不断寻找回应。这样的状态会让人焦虑，也让人失去方向。但当你开始把价值收回来，你就不再需要外在来定义你。你的神经系统会慢慢稳定，因为你不再活在不确定的评价里。你开始有一个内在的基准，这个基准不是别人的期待，而是你对自己的理解。当你站在这个位置，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变得简单了。你不再需要过度解释，也不再需要刻意讨好。你开始用更真实的方式与世界互动，而这样的你反而更容易被看见。不是因为你努力证明，而是因为你不再隐藏。你让自己存在，所以世界也更容易回应你。但这一次，那个回应已经不再决定你的价值，它只是回应，而你的价值早就存在。所以，如果你还在等待被肯定，请试着回到自己，问问自己，如果没有任何人评价你，你会怎么看待自己？一开始也许会不习惯，但慢慢的，你会建立一种新的关系，那是你与自己之间的连结。不需要证明，也不需要交换，只是存在。而当你真正站在这个位置，你会明白，你的价值从来不需要透过任何人的认可来成立，它一直都在，只是等你愿意亲自承认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，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